我曾经有个幸福的家庭，可爱的孩子，一个很体贴的老婆。我一直都很相信他，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背叛我们的感情。我真的知错了，一时鬼迷心窍，才会那样伤害他。我那时候还怀着孩子，他竟然跟那个女人跑了，我彻底的心碎了，不想再原谅他，所以我选择了离婚。老婆，我真的知错了，是我一手毁了这个家，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这一对的情感走向会趋向何方呢？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嘉宾小雷35岁，来自湖南自营店主；女嘉宾小友33岁，来自湖南自营店主。来，有请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愿意。请小雷告诉大家，站在你对面的那位女性跟你是什么关系？是我的离婚妻子。离婚多久？1年多了。今天你来是为了想通过这个节目挽回我们的婚姻，挽回我们这段感情。现在就知道挽回了，他当初干嘛去了？当初不是跟那个女人走了吗？那时候不是一时糊涂，鬼迷心窍。你那是一时糊涂吗？那么多次。离婚的原因是他出轨是吗？对啊，在我怀孕期间。是吗？对。所以你就毅然决然的离婚？对啊。女生是怎么发现男生出轨的？当初的时候我们是共同创业的嘛，我们结婚差不多有10年了。当初的时候我们就是很艰苦的，自己一起创业，然后漂泊摆地摊那些。后面我们就是因为生活条件比较好了，就决定就是要第二胎嘛，因为我们有2个小孩了，第一个是个女儿。哦，这次这个是2宝是吧？对。啊，大宝多大？7岁了。你们有第一个宝贝的时候，那段时期的生活幸福吗？那个时候都很幸福的，而且他对我也挺好的。就在我怀第2胎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问题了嘛。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嘛，就是平常也经常一直在吃饭啊，也是都是做生意的嘛，跟他也会有一些应酬上的来往。后面那个朋友的老公就看到他跟那个女人比较亲密的在 KTV 门口啊，比较搂搂抱抱啊，而且在有一次的饭局上面呢，就听见别人在叫他旁边那个女的叫嫂子嘛。我那个朋友他肯定会跟他老婆听嘛，那作为我们都是女人，他肯定会就是说我的朋友就会提醒我，那只是生意场上就是怕我吃亏嘛。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留心一下你老公呢，好像听见别人说在外面有女人。等他打理了生意回来之后，晚上我就问他嘛，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那可以打电话过去质问呐。然后我就把电话拨过去了，他就把我那朋友给骂了一顿，然后把电话都给摔了。当时我也觉得可能是不是我误会他了，但是后面的时候我由于就有点流血，就一直在家里保胎，然后有时候晚上啊经常会起来，我也怕影响他休息，后面就让他一个人在书房睡觉。但是我有一次也是晚上起来上洗手间，就觉得那书房怎么有打电话声音，我肯定就是说无意中就开门过去听一下，但是当我一进去，他就把那电话给按掉。他说是一个朋友刚刚打完电话，我说难道我也不能听吗？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打完了，那我心里就开始起疑心了。从那个时候，后面隔了一段时间，他的手机正好坏掉了就要去维修，然后他就没有别的电话号码，就留了是我的手机号，留了我手机号，那里维修好了，就说你的手机修好了，要我老公过去拿嘛，我就过去给他去把手机取回来。当我拿着手机在手上面，就很多那些 QQ 的信息啊，就比较暧昧，而且都是来自同一个人。我当时看了好多条，我当时就觉得好生气，我就问他手机上面怎么回事啊？我说你给我解释一下。他解都不解释一下，他说在你怀孕了，我在外面有个女人，这不是很正常吗？作为男人。当时我也好生气的，我说就甩了他一耳光，然后他就收拾了2件衣服，就这样走了。我们来看一看，女士还是挺有心的，留了一些东西。我们看看她当时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大家来想一想那个场景哈。我知道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就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男生，你说以前的钱不在你那儿吗？以后抚养费给你，房子不要想，你别后悔，是吧？
他做的这个事情，当时我们也还没提出离婚。后面我也想到还有一个那么大的女儿，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孩子，我就想着就是说再去找他好好谈一下。然后就到店里面去找他的时候，他就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自己开车就走了。他本身也有大部分的钱在我手上，但是名字是他的，那个卡在我手上。后面他竟然就是说把那个银行卡就给挂失，把那个钱也给转走了。所以呢，因为那样子我才很伤心的，就是说跟他提出一个离婚的。你当时是真想跟他离，还是想教训他？你说实话。是真的，因为是看到这些事情，而且他把钱给转走了，所以当时是真的是很想跟他离，觉得跟这样的人过下去也没意思了。不管你是打我还是骂我，就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看这小孩都这么大了。他现在就知道小孩了，当初他还不是看见我现在生下来是个儿子了，才回来找我的。哎，你为什么会说生下来是个儿子回来找你？因为我当初第一个是个女儿嘛，他们家里就觉得好像生那个女儿没什么用嘛，就是说要生儿子嘛。当时他妈妈月子都没照顾完，就回农村去了。然后他说要我不要多想。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老人家思想成教。是啊，那个时候我也听了他的话，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感情挺好，我觉得只要老公对我好也没什么的。后面我怀第二胎，我家婆也挺高兴的，就赶紧过来照顾我。但是后面他一过来照顾我了，觉得我怀孕的那些症状啊，那些呕吐的现象啊，跟怀女儿那个时候是一样的，他就觉得肯定这个肚子里面又是个女孩了，就不怎么乐意了，就不高兴。然后他也是一样的，但是老人家不高兴还是他不高兴？他也开始也有的不乐意啊，因为别人朋友也说看见我那个肚子的形状跟我怀女儿一样圆圆的嘛，他说那肯定也是个女儿，他自己肯定在心里面也认为是个女儿，都没有做过多的关系。那时候主要是因为呢，就是说我俩一见面呢就跟我吵架，加之呢就是七姑八婆的，我爸我妈呢老是在耳边唠叨。我来问几个问题好不好？好的。他第一胎生的是个女儿，这个在你心里有芥蒂吗？说实话，今天咱们说实话好不好？说实话没有介意。你们离婚是在他孩子就是第二个宝宝多大的时候？那时候第二个还在怀孕，还在孕期。那他怀着孕怎么好意思离呢？是我提出离婚的。你就走了？那他生完孩子你过来照顾他了吗？没有，那时候不是一时鬼迷心窍。那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想看见他。你承认那个时候是鬼迷心窍是吧？对，那时候加之外面还有个女人在一起，所以就做出了最糊涂的事。什么时候你发现说这个女人才是你的爱，那个不是的？自从离完婚之后呢，那个女人呢，就是说只想得到我的钱，不是真心爱我的。那个时候你的前妻、你的妻子在时间上面推算，也差不多把孩子生出来了，对吧？对。那个时候你回去看他了吗？回去看，但是他爸妈都不让我只能呢偶尔就是说去学校去看一下我的女儿住。现在你等于跟父母住是吗？对啊。离婚的财产是怎么分配的？店给了谁了？都是店跟那个房子都给他了，因为当时我就只想着尽快离婚，然后他就给了我20-30万块钱，大概30万吧，就给了把钱给我了。然后我当时也是想的，然后他也答应出抚养费嘛，就想着尽快的离婚了，反正我都答应了，也不想住那个房子。明白。咱俩现在女儿儿子都有了，就是说毕竟血如鱼水。我想给孩子一个更完整的家，以后不会再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做出这样。那女的到底骗了你什么，让你一下就幡然醒悟了？跟那女的去过，怎么还回来找我干什么？那女的就是说平常一出去了，就是说今天买这里，要是买那里，根本就没当家过下去一样。好，那是那个女的主动离开你的，跟人跑了，还是你主动离开那个女人的？我离开那个女的。是你主动离开她的。对。好，其实今天从这位女性来说，我觉得特别独立，而且她在这个选择上面还真是我看她那个时候的选择，我觉得是对的，是正确的。既然你出轨了，既然你心已经不在了，既然你不再爱这个家了，她选择了一个特别独立而自尊的方式，那就是我们俩离婚，我来带2个孩子。1年之后，男人开始悔悟了，而女生站在了生活的十字路口，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4位老师，他到底应该怎么办？你们费心了，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想先问女嘉宾一个问题，
7岁的女儿肯定会问你，妈妈，你为什么不跟爸爸在一起过了？我没有告诉女儿。那你会怎么回答？我说爸爸现在工作比较忙，然后爸爸跟妈妈之间有一点误会，然后他有时候会去学校找他，他也有探视权嘛，我也不会说不让他见女儿。那您见到女儿的时候，女儿会问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家？你会怎么回答呢？我老是就是说逃避这个问题，就你也没直接回答说我们离婚了，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现在其实孩子并不知道你们离婚了？对，我们如果去看一个女性的心理的话，我不去告诉我的孩子我跟你的爸爸离婚了，第一种是不希望女儿知道父母离婚这件事情对孩子有影响，第二他可能对他的婚姻还有所期待。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经历的事情跟你一模一样。在他们儿子很小的时候，她也发现了她的丈夫有另外一段情感，她也当时当机立断，一定要求跟她丈夫离婚。当1年过后，她的丈夫再次回来，也就是应该前夫再次回来找她的时候，跟她讲，我现在觉得我选择错了，我想跟你在一起。她没有立刻答应，而她是给了他们之间一段选择期，也就是在经过1年的恋爱过后，我说这个恋爱就是她的前夫再一次的回来，经常看她跟她在一起，不管是约会也好，两人谈工作也好，然后陪她的儿子玩也好，他们经过1年的时间，她看到她的前夫真的是改了，所以他们选择又继续在一起，现在又继续生活了4、5年。而且的确非常的幸福，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内心当中对这个男人至少你还认定他是一个真的有责任的人的话，不妨给你们一点时间考验，1年也好2年也好，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再次担当起做爸爸的责任来。跟那个女人后来好了多久？从真正开始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你们俩离婚之后你们又好了多久？离完婚之后就是说只有3、4个月的样子。为什么要分手？因为他那个女人她就是图我的钱，所以你很后悔。对，因为就是说就知道就是说只有老婆还是对我最好的，只有她真正才就做一个家生活下去。哎，我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说实话，什么叫鬼迷心窍？好好的人为什么会被鬼迷了心窍呢？然后迷了以后呢，就变得六亲不认。不就当时了，就是说是那个，然后我们俩这个鬼究竟是那个女人呢，还是你自己呢？是自己内心的鬼，在外面沾沾惹草。你还都挺明白这些道理。鬼一定是自己心中的欲望，控制不住。对对对，动物控制不住自己原始的欲望，我们可以理解；人控制不住原始的欲望，做出一些禽兽不如的事情。我知道自己错了。反正我这个人对待这种事情心一般都比较冷。我觉得可以原谅的是你无心之过，但是当初你的冷血无情，现在你想用一腔热血把我再暖回来，对不起，很难了。反过来这个女生也是，我知道你很难，一个人带2个孩子。如果不是这2个孩子的原因，咱们今天绝对不站这儿说话，对吗？真的很难有新的选择。可能也没想那个事吧，因为第2个孩子还很小。对啊，我是说现在还能再迈出新的一步吗？带着2个孩子，不知道。他们这种状况就是因为他很难带着孩子再迈出新的一步。如果他可以的话，他一定不回头再要这个曾经背信弃义的男人。只不过很难，但是因为难，我们就要接受过去吗？因为难，我们就让这个背信弃义的人一定要回到自己身边吗？一定要生活的困难，因为再嫁很难，所以就原谅过去的悔恨，然后让爱情重来吗？我不这么认为。我想问这位男士，你还爱你的前妻吗？爱，因为毕竟我们在一起有10年了。那这个女士，我想问一下，你还爱你前夫吗？我不知道。还是说你太恨他了，你知道爱不爱他？对啊，也会想看见了，也会想你之前的事情。有点放不下那种背叛的那种痛苦，是吧？我是想说啦，在爱情的忠贞度上，没有谁能保证啦。就是原谅了他之后，你也不能保证他永远不会再犯这个错。
很难讲的这种东西。就算此刻他真的决定我发誓，我死都不会再犯类似的错，也没有人能保证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如洒脱一点，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了，已经从这个事件上就看得出来，你可以很洒脱的、很决绝的决定我离婚，我自己带孩子，我自己承担自己，而且你依然活得很好，你非常成功。作为女生来讲，你已经很厉害了，你做得很棒，而且甚至于说是他回头来找你，觉得还是我的老婆好，你已经成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任性一点的让自己来选择，如果你还爱他，你就跟他在一起，当然忘掉过去那些东西，既然决定了，如果以后他还对你不好，那就再离开他又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活得洒脱一点可以，或许可以这样，建议而已。吕老师给了另外一条路，现在不是很难吗？既然没别人，反正这不是来了吗？再看看呗，活得洒脱一些，更趋向于小鹏老师的那条路哈。两个女生的观点基本是一致了。我们听听涂老师怎么说。我们听过一个成语，叫抛妻弃子。抛妻是背叛，弃子是非人，这动物都做不到的事儿。所以说我根本不相信什么鬼迷心窍。鬼迷心窍可以说被狐狸精迷了眼，可以抛妻，但弃子是我更在乎的这一点。有些男人他会抛妻，但他不会弃子。他可能暂时被一个女人迷住了眼，说我要寻找爱情，或者甚至更直白一点，我就是喜新厌旧，但他不会弃子。弃子是人性当中的底线。你再来回顾一下，他弃子的时间特别的残忍，有一大的怀了一小的。第二，他弃子的时候短信上的那些话我们再回顾一下，房子你是别想了，不会给你的。但凡是有点良心的男人都会说留给孩子吧，没有，他很残忍，而且是2个孩子，而且有一个孩子还怀在肚子里。所以我们仔细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不是说简单认一个错，哎呀，人谁不犯错嘛，总是可以原谅，你要看他犯什么错。有些女人可以原谅背叛，有些人不能原谅，但这个都不重要，最关键我还是在乎这个弃子，因为是自己的亲生孩子。他居然能够连2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还怀在肚子里面，他可以不闻不问跟另外一个狐狸精在一起，而且在一起1年时间。你想想看，他这漫长的这1年的时间，他不想你，他不想孩子吗？他鬼迷心窍可一阵子，他可能是那么长的时间吗？不可能。这人本性有问题。当一个人本性有问题的时候，我认为他没有什么机会来弥补自己的过错。不要说我看人绝对，我分析问题就是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原谅他背叛，但是有关于那些过往那些弃子的那些过程，我认为丧失了人性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所以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有一个话我刚才忘说了，我必须要补充一下，必须得有儿子是吧？不是的，我没这个想法的，只是说农村嘛，就是说老人思想，只是老人有这个想法，你没这个想法。对，我没多大这个想法的。不可能，台本里面说了，那个女生跟他说我可以跟你生儿子，台本里面说了。那个第三者有没有告诉你说要给你生儿子？有还是没有？那时候只是说有这个想法。你抛妻弃女是2个，还2个。对，我把这个子换成女了，是因为抛妻弃子，那个子是因为是女2个。如果是一子一女，说不定就不抛了。我同意老师们的不同角度的分析，他有些事情做的确实是，你可以叫人性缺陷吧。那面对这种人性缺陷的时候，可能有些人的这个缺陷，因为有些事情的刺激，他转变了。有些人可能一生真的就是变不了了，所以选择原谅，这就意味着有可能你还要拿你的后半生去赌。最后的意见你来拿，因为确实不好定，在理性上面觉得真的不能原谅，但是你一放到感性里面，你会觉得有现实问题啊，有孩子的问题啊，有他的问题啊，有社会问题，综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那种想理性的用自己的义气就差时间来证明这一切，我是真心的。好，剩下的时间你抓紧说给他听，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老婆，想想我们以前艰苦辛苦的日子，一直走到现在，中间经历的各种事情挺不容易的。加之现在就是说两个小孩，就是说毕竟血浓于水，请你再多给我一次机会，让时间来证明我的一切。当初伤我那么深，现在又有孩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要考虑一下。我一定会让你感受到的。知道自己做错了。好了，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我不知道你们谁要，是你还是你？我要。你要哈？对。来，3种方式 ：A. 求助现场观众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C. 求助爱情导师。现场观众吗？那你想问现场观众什么呢？求什么呢？就是说想叫他们帮我完成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幸福下一步啊！我明白了，我换一个说法吧。你先看看大家对你的这个态度好不好？先别那么急。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请你们把自己放到这个女性的身上。如果你们觉得愿意给这样的男人一次机会，选赞成；不愿意，请选择反对。来，各位，请选择。好，现场100%的观众都说了，如果他们是你的前妻，他们绝对不会原谅你。我觉得这就代表了一种理性而主流的声音。但是我们无法代替你生活，女生心里会很清楚，她苦什么，有些东西我们外人真是无法体会和体谅的。她的这种离婚，给她和孩子带来的压力，我们也无法体谅。我想跟男孩说一句话，我坚信，如果你真的付出了你全心去爱一个人的话，你总会得到他内心对你的一种，不叫救赎吧，但他至少会原谅你。所以行动比语言会来得更好一些。你今天在这儿再表白说，你放心吧，我会追你，我会对你好，不如你真的踏踏实实用你后半生去对他们好，把以前你没做到的全都做到，把以前你觉得做到的再加倍做到给他，这样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生活。否则空话没用。我说的那个男生，当他再一次要救赎的时候，他是真的8楼啊，扛煤气罐，没有说话。以前是他的前妻离婚过后自己去扛或找人扛，后来他主动的知道什么时候算好时间，煤气罐该用完了，跑过去帮人换。所以他的行动会感染到他的前妻，愿意跟他在一起。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得到你想要的，我也希望他能够得到他想要的。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有一个建议，这个是一定要听的，就是不管怎样，哪怕是装，我今天都不能出来。就哪怕今天我是装，我想出来，我今天一定不能出来，那是你的一个态度，明白吗？轻易原谅一个人，其实就是背叛自己的内心。可以原谅，但是不能轻易原谅，明白吗？两位交换秘密吧，来。来，请关门，请关门啊！一段这样的婚姻，前夫开始回头来找前妻，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其实真的挺难的。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5、4、3、2、1。成功牵手嘉宾将获得 Bolon 暴龙情侣太阳镜。Bolon 暴龙眼镜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弄。暴龙眼镜提醒您，精彩节目马上开始。5、4、3、2、1，请开门。哎，对，来。
看到我自己都挺绝望啊！看到我自己都挺绝望。我跟你离婚的时候，当时真是绝望到了想带着2个孩子自杀。就我想，这个女人其实她真是特别有自尊的。有很多女人选择了忍，但是她绝不忍。所以你前妻是蛮坚强的一个女人。她接着写道说，但是又看看孩子那么可爱，我又舍不得了。我真是对你很寒心。主任，我想下去追。我觉得这种都是形式上的东西，你可以去做。你在生活里面只要对他们好，也许他会原谅你。祝你能够把你曾经犯的错赎回来吧。谢谢，好吧。嗯。